每天5分钟，了解天朝大瓜，安安静静当个吃瓜人。从2023年1月8号开始，中国正式宣布已经终结了新冠。从这一天起，中国正式宣布新冠疫情防控进入乙类乙管的新阶段。实施乙类乙管，不是放开不管。那么和之前相比有什么不同呢？一、北京入境航班逐步恢复直航，地铁不再测温。二、香港恢复办理内地居民旅游，商务赴香港签注。三、正式恢复绥芬河公路口岸旅检通关，内地与俄罗斯人员正常往来。四、有序恢复中国公民出境旅游。到底什么是乙类乙管和乙类甲管有何不同？目前在中国的法定传染病共有40种，其中甲类传染病有2种，包括鼠疫、霍乱。此类传染病发生后隔离、治疗等都是属于强制性措施。乙类传染病有27种，包括新冠、非典、艾滋、病毒性肝炎等。此类传染病发生后会采取严格的管控措施。丙类传染病有11种，包括流感、流行性腮腺炎等。在调整为乙类管理后，不再实施隔离措施，不再判定密切接触者，实施分级分类收治。核酸检测策略调整为医院检测，调整疫情信息发布频次和内容，不再对入境人员和货物等采取简易传染病管理措施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网友评论。哎呦妈呀！发布不到2个小时就有160万人观看，竟然没有一个评论。2023年1月8号，在中国正式对新冠实行乙类乙管的第一天，中国农业农村部正式向有5亿人口的农村喊话：你们在办理红事或者白事的时候，尽量简化办理。几个小时就有将近15万网友评论。浙江网友：红白喜事都是小事，富贵人家孩子的成人礼可是大事，一定要把生日办好啊。广西网友：不用了，农村现在已经有好多老人去世，现在都在忙着排队呢。江西网友：专家们不要建议了吧？你们不建议，大家也知道要减半，一条龙酒席、锣鼓队。还要看人家有没有空。山东网友：我的建议是，你们通知一下，让他们不要走。广东网友：放开后，我们这里几乎天天有人做白事。湖南网友：我们这里都请不到做法的人了，我的一个奶奶去世，在家里等了3天。黑龙江网友：有些老人可能就这一次最隆重都献出生命了，你们还要让减半，太过分了。浙江网友：我们村有100多人口，半个月不到走了2个老人。河北网友：在大城市你们过个元旦，人山人海的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反倒是在农村200-300人就是问题了。湖南网友：现在这些坐椅子的人真的有点给人一种油盐不进的感觉。安徽网友：今年的老人走的太多了，农村每天都在办白事，真的每天都有，看得我好难过。贵州网友：这几天我们家帮忙吃席都吃不过来，夫妻2个人兵分2路去帮忙，有的实在忙不过来就只送礼，我们家1个星期不用做饭，全在外面吃。1月8号0点49分，在江西省南昌县发生了一起造成19死20伤的重大交通事故。事故的起因是一辆半挂车辆冲入了一个正在出殡的队伍，在撞倒多人后，又向前方行驶了100多米，直到撞倒灵车才停下来。为什么要选择凌晨出殡？因为第2天要忙着火化，赶时间。广东网友：司机被吓到了，才导致的车辆失控。广西网友：有没有这种可能，在大雾的天气里开车，司机突然看到一群披麻戴孝的人，还有棺材，以为是见鬼了才酿成的事故。江西网友：也不能怪司机，有些地方就是喜欢占道到公路上办丧事。湖北网友：凌晨大雾送葬事故幽兰镇，听着都瘆人。1月8号，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，在拥有15亿人口的中国，感染新冠之后，有8%的人出现肺炎的症状，这个占比是相当的低，因为现在感染的基数太大。广东网友：得了新冠之后，感觉活着好累，走了2步路就全身虚汗。北京网友：冷知识，开放1个月，全国感染率80%，全世界最高最快。浙江网友：现在体力好差，逛个超市都走不动，不知道是不是后遗症。上海网友张文红说，只有4%的人发烧，根本不用去医院，和流感没什么区别。辽宁网友：当初说只是上呼吸道症状的那个专家出来道歉。浙江网友：我身边有好多的新冠死的老人，年轻人还好，10来天就恢复的差不多了。重庆网友：那是因为有好多人都没有去医院，要去医院的话，80%-90%都是肺炎。1月7号，江西省、市、县的公安机关联合工作专班共同发布胡鑫宇失踪的案件不予立案。经过我们详细全面的调查，目前没有发现胡鑫宇被侵害的违法犯罪事实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等法律规定，不立为刑事案件。但是公安机关会继续全力查找胡鑫宇。山东网友：还是那句话，好事千疮百孔，坏事天衣无缝。辽宁网友：我突然好想哭，这么一个大活人凭空消失了。河南网友：一直都是家属在提供证据。
警方一直在证明和学校无关。贵州网友，我始终无法明白，在21世纪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，一个孩子在这么多监控之下凭空消失的事实。黑龙江网友，不立案你们也不能撒谎，监控公司说了，人家没有鉴定过视频是否有删减。广东网友，江西警方既然能找到诸多的证据证明和学校无关，那你们也把胡鑫宇自行出走的证据亮出来。吉林网友，笑死我了，人家海康威视已经出面回应了，没有给你们检测过视频监控是否有删减。